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在中俄联合声明中，俄罗斯坚决反对台独意味着什么？3月22号，中俄双方国家领导人签署了联合声明，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俄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举措。俄罗斯对中国台湾问题的立场呢，一向是很明确的。在这一次的联合声明中，俄方的措辞更加的清晰，语气更加的坚定，对中国政府的支持非常的强硬，这正是中方想要的态度。俄罗斯的这个表态，就是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有力支持的具体的体现。中俄两国目前都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强大的压迫之下，国家安全就是维护核心利益的第一项要求，有了生存权呢，才能谈到其他。但是，中国与俄罗斯所面临的国家安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美国支持台独势力，想把台湾从中国版图当中割裂出去，而俄罗斯所面临主要国安问题是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一旦落实，北约的军事力量就会抵达距离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只有600多公里的地方。那俄罗斯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西部的几个加盟共和国就直接暴露在北约的枪口面前了。所以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中方一贯表示，俄罗斯在安全方面的正当诉求理应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大国，中国怎么处理和俄罗斯的关系，用不着美西方国家来指手画脚，中国更没有义务来响应参与美国主持的对俄罗斯的极限经济制裁。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然是极其平和理性的处理俄乌冲突中的国际关系，没有向俄罗斯出口任何武器装备，没有向俄罗斯提供任何的军事援助，和俄罗斯保持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是两国之间正常的经济活动，只要有需求，同样也可以和乌克兰进行贸易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那是中国经济社会正常运转和确保能源安全的需要，既便宜又稳定，我为什么不进呢？那你美国管得着吗？再说台湾问题，俄罗斯表示反对一切形式的台独，仅仅是表达一种姿态吗？当然有更具实质性的内涵。最近几年来，俄罗斯海空力量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多次联合演习，中俄两军的战机互降对方的机场进行补充，俄军的图95战略轰炸机降落中国东部战区空军的剑桥机场，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已经多次与解放军海军举行联合远航，穿行日本津轻海峡到阿留申群岛附近进行活动，把战线向美国本土推进，其战略意义不可低估。在这些作战行动中，中方与俄方的优势是可以互补的。中方的优势在于拥有完整而强大的信息化作战体系，拥有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前几天呢，美国出动的2架 B-1B 轰炸机在朝鲜半岛附近耀武扬威的时候，遭到了解放军歼20战斗机的伴飞。美军发现解放军的歼20已经接近到肉眼可见的范围了，但是无论是地面雷达还是 B-1B 机身上的雷达都没有任何的反应。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暂时美军的轰炸机战斗机被人击落了，可能还找不到对手是谁。俄方的优势在于拥有大航程的重型战略轰炸机和高性能的核潜艇部队。这两种战略打击力量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人们可以尽情的去想象。中俄两军联手，美国及其在亚洲的军事盟友们就得考虑介入台海的成本和可能性问题，这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自从去年8月份以来，迫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的压力，台军的活动空间呢是被大大的压缩，台独势力越来越失去人心，还在积极的支持台独、唯恐台海不乱的，似乎只剩下了美国一家了。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作为一个核大国的明确表态，照顾到了中国最重要的核心关切，可以说是俄罗斯对中国宝贵支持的投桃报李，也可以说是两国背靠背
抗美的必然结果。俄罗斯在中俄联合声明中的这个表态的分量，需要美国人好好的去研究研究了。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